人人都说太阳是亮的，是暖的，我却不知道真正的亮究竟是什么意思。直到我遇见了你。世间悲喜，莫过于有情之生命。别人喜不喜欢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，只要你愿意喜欢我，就够了。我萧凌此生独钟叶冰裳一人，此生不渝。真香！从你救我性命的那一刻起，我对你的心就从未变过。明夜，你有没有，哪怕只是一点点喜欢我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即使你的那些山盟海誓，不过是因为情丝罢了。你我人妖殊途，我图的不过是你这张脸。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金令尔等便利爱憎生死。我的存在，生便是为了你的死去。原来这一切的松动无味竟是如此。并非不可逆的，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却可以自行决定善恶。身为魔胎，非他者无罪而遭难，我心中怎能无愧？本就是属于我的厄运，就让我一人来承担好。安静。任何风景都比不过我，能生生世世和你在一起。话是你说出来的，你可别后悔啊！有为此意，天地共筑，生魂俱灭。叶惜雾和叶冰裳，你选一个吧。放了。我出生于500年前的景国，我有一个妻子，她护过我，救过我，叫我爱人。那人是谁？自始至终都是你。前尘散尽，今生陌路，这便是你我该走的路。是你彻底改变了我，我学会了喜欢、期盼、酸楚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美好。原来这便是因果相续。看《长月烬明》的剧本的时候，他这个人物本身的一个设定就和我曾经接触到的角色完全不同，值得让演员去2次创作，然后去发挥的一个角色，我特别的有探索欲。当自己真的成为了澹台烬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能够在这个角色上赋予的灵魂也好，赋予这个角色的一些自己的小魅力也好，真的是无穷无尽的，因为他这个角色的可能性就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给自己设限，探索加突破同时进行的一个过程。澹台烬呢，他是从质子到人间帝王，互相之间的状态天差地别。质子时期有质子的隐忍，真窝囊啊，连反抗都不敢，狗都会咬人。有质子的这种伪装。景芒的时期有景芒的自信，有景芒的外放，有景芒的这种势在必得。
谭台烬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，其实很难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概括，所以这个演员又要既细腻，然后又有很好的表演的张力，所以我们就考虑罗云熙，所以他就是我们的不二人选。非常有印象的几场，叶惜悟到了他身边之后，然后他开始萌生出了情思，他对情感的理解的细腻的捕捉，他能通过自己的表演、微表情、各种眼神，每一丝肌肉，你都能感觉出怎么样去衔接，怎么样去变化，然后共情到我们。明夜的话就是天界的战神，守护4州3界的冥夜战神，神明的这种气质感，他这种感觉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。他的领悟，他的境界，他所有的心境上的这种超脱，其实很难演。因缘际会，他被赵幽真人捡到了这个仙门，更加共情了3界众生所有的情感，变成了能够共情世间万物大爱的守护苍生的这么一个人。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挣脱命运，去逃避命运，他只有直面命运，去成为魔神，才能超越魔神，斩断魔神的计划、魔神的阴谋。他不想做魔君，但是命运驱使他要做魔君。而且戏的这个过程很准确，把握他自己要的地方。人物的跨度就特别的大。魔神的时期有魔神的这种游刃有余，又有魔神的这种蔑视一切，特别是上古魔神，他和魔神状态的谭台烬对峙的那场戏，4、5页纸的戏，然后其实都是我自己在和自己对话。吾唱出了同悲道：当这世上不再有侵夺2气之分，世上便再无罪孽，再无痛苦。我一人之死，可以阻止更多的死。所以这一天上古魔神的戏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，蛮有意义。就是每一种状态，每一场戏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说，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下，你一定要在前期把这个人物的各种状态吃透，然后你才能在塑造这每一个不同时期的时候，能够达到每一场戏、每一个镜头都能够有准确的这种在镜头前面的呈现。而且我觉得罗辑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，大的场口他都会自己先做好功课，他会知道这种演，他的有他的自己东西之后，跟他结合在一起，怎么结合？先相谈好，这行业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俩不是第一次合作，玉玺很认真的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提出来，我们在现场会有一些碰撞。真的特别感谢给我的很多灵感，就是天欢和明夜的戏之后，我就是对这个角色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。就是像哥哥一样很照顾我，到我非常紧张的戏的时候，经常在现场会讨论。西哥呢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演员，配得上塑造的角色也好，或者赞美也好，因为真的是非常专业的演员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打戏的制片人，罗老师他有很好的这个舞蹈的功力，所以他的协调性、他的这个力度和美感，它是兼具的。我感觉整个的对于戏的描写，画面感太强大，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。罗云熙，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我必须要给他一个大拇指。是罗云熙，我在《长月烬明》当中饰演谭台烬、明夜，还有苍井云，期待《长月烬明》和大家的见面。